你是否还在为顶级附魔术而烦恼，无法打造你的神装？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今天我将手把手教你快速且稳定获得所有42种附魔术的终极攻略。首先要最快速获取附魔的方法，那肯定是通过附魔台。要制作附魔台，就需要4个黑曜石、2个钻石和一本书就能制作而成。打开它后，你就能看到附魔的选项。但是这时你还不能附魔，这是因为你还没有满足附魔的条件。要在附魔台上附魔，就先要准备青金石、经验和15个书架。书架的摆放位置可不是随便放的，你必须知道这个方法。环绕附魔台必须保持1格的空隙，周围不能有任何的阻碍，像是蜡烛、火把、地毯这些小东西都会瞬间影响你的附魔等级。然而附魔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那就是随机性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给你什么附魔。如果你幸运的话，还会附加多个附魔，这都是看脸的。当你想要附上某个武器的附魔，但是它的附魔显示是你不想要的话，你可以通过替换另外的装备来查看其他的附魔是不是你想要的。因为不同的装备附魔显示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附上了想要的附魔后，就可以换回你之前的装备来查看当前的附魔，然后持续循环。可能你之前附上的附魔不怎么好，你想要洗掉它也是有办法的，那就要用上砂轮。现在只要把装备放上，就能还原原本的装备，而且通过这个方法，你还能获得一些经验，是不是很不错呢？现在你可能会问，我怎样才能获得一本特定附魔的附魔书呢？答案就是和村民交易。那么和村民交易的话，你需要找到图书管理员的村民，不然就是放讲台在村庄这里等失业的村民来领职业。当他们获取职业的时候，你可以打开他的交易来看看。如果这个交易不是你想要的附魔书，你就可以破坏掉这个讲台，然后再一次的放置，一直这样重复，直到刷出你想要的附魔书。当刷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和这个村民交易一次，来锁定他的交易选项，那样你就不用担心交易选项被刷新咯。图书管理员的交易内容也是有几率刷出宝藏型的附魔书，至于有什么，等等我会介绍。除了村民交易获取附魔书，别忘了钓鱼和战利品宝箱也是重要的附魔书来源。虽然是随机的，但是有些宝藏型的附魔书只能在特定的遗迹宝箱里才能得到它，比如不想宝库的那本，你肯定懂的。接下来就要讲解所有附魔书的具体获取方法。首先是水下速决，它只有1个等级。要获得这本附魔书，你能在附魔台、战利品宝箱、钓鱼、村民交易这4种方法都能得到它。接着是节制杀手，它有足足5个等级，你可以通过在附魔台、战利品宝箱、钓鱼、村民交易都能得到。这里要提醒你的是，附魔台是不能获取到等级5的附魔，所以想要得到等级5的附魔，建议你在和村民交易会比较好哦。再来是爆炸保护，它有4个等级，通过附魔台、战利品宝箱、钓鱼、村民交易都能获得到它。然后是绑定诅咒，它只有1个等级。注意了，这个附魔是没办法通过附魔台获得，它主要就靠钓鱼、打开战利品宝箱或村民交易获取它。同样的，消失诅咒也只有1个等级，它的获取方法和绑定诅咒相同。深海探索者它有3个等级，想要拿到它，这4种方法随便你挑。效率足足有5个等级，这4种方法都能获得到，当然还是推荐你和村民交易啦。衰落保护有4个等级，它的获取方式这4种方法都能搞定。引雷它只有1个等级，以上4种方法都能获取到它。火焰附加有2个等级，这本附魔书你从这4个地方都能获得到。火焰保护有4个等级，它的获取途径都能通过这4种常规途径获得到。时运附魔有3个等级，想要得到它，找村民是最高效的，但是其他的3种方法也是能出。接着是冰霜行者，它有2个等级。听好了，附魔台可不能附到它，它只能通过打开战利品宝箱、钓鱼跟村民交易获得到。穿刺有5个等级，主要用于3叉戟。这本附魔书通过这4种方法都能帮你拿到。无限附魔只有1个等级，这本附魔书在4种方法都能获得，但是在附魔台上比较稀有，所以推荐你在村民交易获取会比较好。冲击附魔有2个等级，你可以通过这4种方法获得到它，最多有3个等级。想要得到它，这4种方法随便你挑。鱼饵总共有3个等级，专门给钓鱼竿用的，通过以上4种方法都能拿到。海之眷顾有3个等级，也是钓鱼竿的专属附魔，获取途径这4种方法都可以。经验修补它可是神中神，它只有1个等级，但绝对是你最想要的。听好了，它没办法通过附魔台直接获取，
主要就靠图书馆旅人村民交易，在战利品包厢中打开或钓鱼都有极小的几率获得到它。当然，最推荐的还是和村民交易啦。多重射击只有一个等级，也是烟花奴的必备附魔。这本附魔书可以在附魔台、宝箱、钓鱼、村民交易那里都能出。穿透有4个等级，是给十字弩用的。这本附魔书通过这4种方法都能获得。力量附魔有5个等级，要得到它，以上4种方法都能得到。当然，还是推荐你在和村民交易得到它会比较好。击退附魔有2个等级，4种方法都能获得到它。弹射物保护有4个等级，它通过这4种方法都能获得。保护附魔这个有4个等级，全面肩上绝对是盔甲的必备。获取途径这4种方法都可以。快速装填有3个等级，是十字弩的附魔必备。这本附魔书它可以在附魔台、宝箱、钓鱼、村民交易那里都能出。水下呼吸有3个等级，它通过这4种方法都能获得。激流有3个等级，也就是3叉戟的专属。这本附魔书可以通过这4种方法都能搞定。锋利有5个等级，这本附魔书你可以从这4个地方都能获得到。精准猜击只有1个等级，这本附魔书可以通过这4种方法都能搞定，但是附魔台上要得到它会比较稀有。灵魂击走有3个等级，你不能通过附魔台和村民交易得到它，你只能探索堡垒以及战利品宝箱，或和朱布林交易都有几率得到它。迅捷前行有3个等级，它无法通过附魔台、钓鱼和村民交易得到它，你只能在远古城市的宝箱中找到它。记住，别的地方都没有哦。亡灵杀手有5个等级，它通过以上4种方法都能获得。横扫之刃它有3个等级，但这是加瓦版的专属。这本附魔书它在附魔台、宝箱、钓鱼、村民那里都能获得到它。忠诚附魔有3个等级，也是3叉戟的专属。附魔台可不能拿到它，主要通过打开战利品宝箱、钓鱼或与村民交易获得到它。荆棘有3个等级，这本附魔书以上的4种方法都能获得。耐久有3个等级，所有以上的4种方法都能得到它。活死只有1个等级，它通过以上4种方法也能获得到。致命有5个等级，专门是给重锤用的。这本附魔书在这4种方法都能获得到它。破甲有4个等级，也是重锤的附魔，要得到它，其中以上4种方法也能得到。风暴有3个等级，也就是重锤的专属附魔，无论你用以上的哪种方法都不能获得到，你只能在试炼密室中打开不祥宝库，才有极小的几率获得到它。拿到它时只有等级1，所以你要附上风暴山就必须收集到很多本。可是当你收集到附魔书后，要怎样才能附上装备上呢？这里我们就要用上铁针，打开它后，再来就把装备和附魔书这样放就可以啦。如果你的装备有多个附魔书要附上，一定会看到这几个字，那就是太昂贵了。当你看到这个字之后，你的装备是不能附上任何的附魔了。所以为了提前预防这个问题，你可以看我右上方这个影片。这不只是解决这个问题，你还能节省很多不必要的经验。最后，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点个喜欢、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